网络、智慧型手机、人工智慧等现代科技，快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如今虚拟实境兴起另一波浪潮，国内外许多影展纷纷推出 VR 主题的竞赛展演项目，吸引许多创作者投身尝试。VR 如何改变我们的感官经验？影视及艺术创作者又怎么应用 VR 的最新技术？ The Best VR Experience Award goes to La Camera Insabatiata by Laurie Anderson and Shaheen Cheng Huang。新媒体艺术家黄新建与美国前卫艺术家 Laurie Anderson 共同创作的 VR 作品《沙中房间》，获得首届威尼斯影展虚拟实境最佳体验大奖。之后随即于北美馆展出，观者只要戴上装置，便能沉浸在沙中房间的奇幻世界，探索由文字、图像、声音组成的各种记忆线索。Lost my voice. I'm going to tell you about an experiment that Shenton and I did. It's not part of this project. 这是沙中房间，我们觉得说它是一个在创造一个空间、一个场域，所以这更像是一个建筑师，就是他今天盖了一个非常有趣或是美丽的空间，而让把这个观众放在里面。And that's that.In chakra, you have the ability to fly. So it's, I think that for me, I make art so that I can feel free. VR 它有点像是一个梦境，我们想象说在梦里面最美好的事情可以发生，我们觉得说，这就是飞行这件事情。我们希望说，它一方面它是一个梦境，但一方面呢，它也是一个像是你到一个某个人的脑中去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想象。人生最重要可能就是生与死，但是怎么样去用这个最新的科技去描述死亡这件事情 ？Laurie 她在这几年来，就是她的丈夫还有她的爱犬都纷纷过世，而我在今年1月的时候，我父亲也是，突然得了这个脑癌，然后在几天就过世了。所以，我们后来对于就是死亡这件事情，大家都有很深的一些感触。后来就是若有提到说，他对于西藏的 Bardo， 也就是中阴身的这个信仰，他非常有兴趣。所谓中阴身，就是说今天人在死后的49天。这个人的意识还有他的记忆逐渐的消散，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这样子的一个信仰转换到我们的这个 VR 的世界里面。那时候跟 Laurie 讨论的时候，他觉得说黑板是一种像是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你可以不断的写，也可以不断的擦，但是永远那些被擦掉的东西，它会留下一些残留的痕迹。所以我们就决定说，用黑板这样子的一个物质去建构这整个世界。它也可以变成是一种情境，或者变成一种冥想。其实这个会让我想到，像是释迦牟尼在双树下面悟道的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去建构一棵树，但是这个树上面的叶子并不是树叶，而是都是一些抽象的文字。在树下的时候，这些文字就会像是落叶一样，慢慢从这个树梢上面飘落下来。所以在里面你会看到这些文字，但是它可能是像是一个星云一样，你可以捧在手里，然后你可以去触碰它，或者像是你自己的声音。在里面其中一个房间，就观众他可以去讲话。但他讲的话，或者是唱的歌，或发出的声音，它会逐渐变成是一个具体的，或是一个实体的一个，像是一个3D 的雕塑。那你可以用你的控制把手去敲它，然后可以听到你自己的声音，或是说之前的观众他的声音也会留存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你也可以听得到。All great art lets you feel other people's emotions, guilt, love, and fear. And this has a direct and very physical
新的艺术呈现，它常常会让我们不知道我们该用眼睛去看，或是耳朵去听，或是去身体去感受。而在这样子的一个完全的神秘与未知，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在电影刚开始发明的那一年，就没有人知道怎么样去看电影的那个时代。我觉得我们好像现在在 VR 也像是回到那个时代，而我非常觉得有很大的一个感动，还有觉得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像老师他所从事的就是所谓的 VR 的视觉艺术这件事情，其实它在产业意义上有2层的意义。第一个是当然内容的创新意义，就是说唯有艺术家才能够有机会做出典范。现在 VR 是什么？目前是一片空白，我们唯有通过艺术家的探索，或者通过创作者的探索，才要走出一条新的路。好，第二件事情是，当这些语言，当这些很重要的创意核心元件被艺术家从脑袋里发明出来以后，他怎么商转？经由把它放到游戏里，或放到影视 VR 影视里面。因为4G带动了直播的潮流，每一次这种网络通讯建设的提升，它都会带动一波所谓的新的。接下去 5G 来的时候，就是到达 VR 的讯息，虚拟世界的讯息。所以当 VR 这样的科技真正能够放到网络上去做互联跟分享的时候，那是真正的平行世界的到来。在艺术它所描绘的主题上面，它一直都是在追寻什么东西是最能影响人性或者影响人生的东西。我那时候在 Sony 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大概每天10几个小时工作。我自己发觉是说，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在那个游戏里面，其实你都是在跑，都是在跳的，那你会觉得说那个速度感非常的够。但是当我下班的时候，我开车回家，我已经开到大概是80公里了，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不够快，所以我在市区里面就是开始像是飙车到大概可能有些时候还到100公里左右。所以后来我就会觉得说，这么强力的媒体，我们是不是只能把它发展成为一些打打杀杀的情绪上面的发泄？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数位的工具开始去做艺术的创作。但如果说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当下影响人最大的力量是什么？我会觉得那是科技。所以我觉得科技艺术它是在讲说我们的人怎么样被科技这个东西它所改变的，而我们被科技影响后，我们的人性到底变成是什么？这是我觉得就是以一个科技艺术家，这是我想要去探讨的。